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蒙 ，A.K.A 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嘿嘿，欢迎收看大阪拉面完全攻略的后篇。嘿，所以呢，前一集还没有看的朋友们呢，记得先去看前一集哦。好啦，那我们也不要再废话了，直接看接下来的后篇呢，要带各位去吃哪一些拉面店呢？出发！好，接着呢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长濑站的面屋清流。首先呢，也要跟大家讲，这家面屋清流呢，也是属于大阪夏天的风物诗。我这次呢已经是第3年来吃这间店了。那是来吃他们的什么呢？就是他们的 Hiyashi Chuka 冷中华。他们家的冷中华有名到不只是大阪而已哦，是全日本的拉面迷基本上在夏天呢都一定会前来朝圣的那个程度，所以应该可以说是日本夏天的风物诗的那种感觉了吧。那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外观，光这个外观大家应该就能稍微了解到为什么它会有名到这种程度。配料有这个蛋条。是叫蛋条吗？反正就是条状的蛋，然后呢小黄瓜条，然后还厚切的烧豚叉烧，都把它摆得整整齐齐。如果那种对症强迫症的人看到这碗 Hiyashi Chuka 应该会很开心。那再来呢，重点在是它的味道，它的酱底呢就是那种酱油，然后呢带有一点点小小生姜的味道。重点是它强调的是它的酸度真的还蛮强的，比起一般的冷中华来说，它的酸度很强，所以在这种很热的夏天吃到这种像果醋一样有酸度的这种酱汁，真的是非常的开胃，非常的清爽。那在冷拉面那一集呢，我们有介绍过 Hiyashi Chuka 这个类型的冷面，那其实它更接近台湾人所认知的那种凉面的那种感觉。那像这种比较偏向凉面类型的呢，当然它直球对决就是它的面体，然后它这个自家制平打中台面，它当然就是有那种冰镇过非常 Q 弹的口感之外呢，重点是它非常的滑顺，因为它实在太好吃了，会让我不小心吃太快，它滑顺到有时候会直接顺到我喉咙里面，真的大家要小心不要噎到。然后还有刚刚提到这些配料，大家看到这些配料是不是更觉得它真的就是台湾的凉面也会有的那些要素？只是它都把它切得非常的厚，不然通常台湾的凉面看到应该都是蛋丝啊、小黄瓜丝啊之类的，或是鸡肉丝啊这些，但它全部都是厚切的，所以在吃起来的时候，你在口感上也会更有那种实质上的感受。那我要特别提一下它这个厚切的烧豚的叉烧，你们看它这个烧豚叉烧，它这个切面的肥瘦比，然后呢再加上它表面上的皮有稍微有点炙烤过的感觉，它这叉烧真的很好吃。除了味道调味的很好之外呢，口感也是恰到好处。我几乎可以说，我甚至可以为了这一个叉烧来吃它这个 Hiyashi Chuka 也说不定。那后边的开场呢，一样，我就选一个简单暴力、面屋清流的冷中华来作为开场，让大家清凉一下。清凉过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前往下一家。好，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一个比较偏离市区的地方，它是位于宇野边站，也就是在万博公园太阳之塔附近的地方，有一家隐藏在住宅区的温馨小拉面店。而且呢，它不只是比较偏离市区而已，它从车站出发到店的距离呢，也需要走一段路。我现在去下一家拉面店，路上突然给我这样下雨是怎样？我靠，裤子全湿。偏偏这家店是离车站最远的，哇！但还好附近就有便利商店，我可以买伞。但这是已经大到撑伞也没用的那种。天哪！这家拉面店的那个社群都没什么更新，好怕他没开哦！别闹了，拜托！我会哭哦！哇！拜托拜托拜托！哦，好像有开。这家店呢叫做面屋坊，那它的菜单也很简单，有熟成拉面和淡成拉面。那简单来说呢，熟成拉面就是浓厚的鸡白汤，那淡成拉面呢就是鸡清汤的拉面。那推荐第一次来的朋友呢，就是吃它主打的熟成鱼介系口味的鸡白汤拉面。他们家的鸡白汤主要是使用大量的鸡爪来熬制，超级浓厚，而且因为鸡爪嘛，它那个胶质感就是非常的重，而且它鸡的鲜味非常的突出，它真的是把所有精华都熬出来的那种。然后呢，鱼介的味道呢，它下手我觉得也非常的刚好，就是好好的作为一个辅助，在撑起整个鸡白汤那种芳醇的味道的感觉，太好喝了，真的。那它的面体呢也是自家制的，搭配是这种圆圆的中太面，可以完整的把汤带起来，然后一起送入口中，哇，吃起来真的超赞超爽。然后呢，再有一个让我觉得超级意想不到的刺客，就是它的叉烧。因为它这个面刚送上来的时候，我想说，那它就是薄薄一片的酥肥猪叉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然后结果，哇，
我之前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方式来腌它的肉的，超级好吃。就是我很少可以在这种酥肥的猪叉烧上面呢吃到这么明显的猪的鲜味。然后酱卤猪的话，真的不用多说，你光看这个外观就知道它一定是那种煮到软烂、入口即化、超级好吃的那种猪叉烧。哇，真的很赞。那像它这种鸡白汤呢，对比那种比较新形态的泡系鸡白汤啊，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然后非常纯粹，就是将鸡的食材的美味发挥到最大极限的那种鸡白汤。然后因为它有放上拿入头的关系，所以看起来呢就更增添了一种怀旧的感觉。但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碗的视觉上看起来真的是简单朴实，但是它每一个环节，不管是汤、还有配料、还有面体，都处理的非常细腻，非常厉害。我真的很喜欢他们，所以我才会第二次来还是吃他们的浓汤。那我是没有吃过清汤的，也欢迎如果到时候我来踩点的朋友们也可以吃吃看，告诉我感想。那最后也提醒大家，他们本来的营业时间是只营业中午的时段而已，但因为现在太热了，所以他们好像从7月、8月开始，然后甚至到9月中就暂时把他们营业时段改成只营业晚上而已。这个面屋坊呢，真的是值得大家特别跑一趟去吃。那有要去的朋友呢，也记得要去他们的社群确认一下，就是刚好你去的那个日期呢，它的营业时间呢有没有从晚上又改回原本的中午了？嘿，记得大家不要白跑一趟。好，再来呢，当然是少不了煮干拉面吧。所以呢，接下来呢，我要介绍这间店呢，它是位在阿波桌站的拉面香城的总本店。他们呢是在大阪相对比较少的，就是有酱油煮干清汤专门的拉面店。但是呢，这一次我要介绍的是他们另一个常客们更爱的品项，就是他们的煮干拌面。好，首先呢，餐点上桌的时候，当然就先把它这个面体呢，跟大量的葱花，还有一点点的溏心子的粉，充分的跟它碗底浓郁的煮干酱底搅拌在一起。哇！我跟你讲，这一边搅，我真的希望自己的手动快一点，因为你每搅一次，它那个煮干的香气就会一直扑鼻而来，吊你胃口，知道吗？真的很香。那终于搅拌完后，大吸一口，哇，它这个煮干的鲜味呢是非常温和的，然后它香气呢会在你的口中慢慢的扩散开来，边吃口中有煮干的香气，一边呢再把面搅起来的时候呢，你鼻子也会闻到煮干的香气，哇，这个双重打击。非常的好吃，然后呢，再加上它这个面体呢是那种吉泰面，它这个面体非常的粗，所以呢它吃起来是非常有嚼劲的，可以在嘴巴里面咬很久，你可以慢慢的充分感受它这个面本身的香气呢跟煮干油拌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哇，真的很舒服。那还有一点很厉害的是它这个配料的叉烧的里脊切丁，就是比起一般的拌面的专门店会给的配料来说，它真的是切的又厚又大，就它的存在感可能不会让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拌在面上面的一个配料了，但是它虽然有这样子的厚度，但它口感是非常软嫩的，所以它这个低温调理的处理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通常大家吃完面呢，都会加点白饭，然后呢把白饭呢加到这个剩下的酱底里面，然后拌在一起吃完，然后收尾。不过就是一样啊，我现在真的是避免淀粉加淀粉这样的吃法，然后再加上我这次旅程呢又要跑非常多的店，所以呢我就没有这样做了。但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也顺便告诉大家，就通常日本这种拉面店的拌面呢，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吃法。都看到这边了，你们是不是很在意这个背景？想说浪人岭到底在哪里？没有了啊，我就回家了啦。就是这集没有干爹，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间店呢，也是位于布施站。那一开始呢，关于这间店，我有点话想要说。就这家店呢，本来真的是我藏起来的一间店。然后呢，我在 IG 上面也只有发过一次限时动态，就是很低调的介绍它。就像这个年度居然入选百名店了，我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啊，而且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所以呢，就也不尝试了啦，就直接告诉大家，我心目中大阪最强的手揉拉面店，超多加水纯手打面，尼西姆拉。为什么我一直把这间店当做宝藏呢？因为这种纯手打拉面在大阪真的是比较少见。那他们的汤底呢是很纯粹的豚骨的清汤，加上呢浓口的酱油的酱底。那首先它这个汤真的非常厉害，我很少吃到豚骨的清汤能够这么鲜甜的，我觉得应该会颠覆很多台湾人对于豚骨汤底的认知。那再来呢，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它整个手打面，这种纯手揉面的面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说它的形状是不规则的，所以呢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呢，它那口感变化是非常多的。然后呢也因为多加水的关系，所以它是那种表面会很
有嚼劲，但是呢，咬到里面的时候，它是那种软 Q 的那种口感，而且呢，搭配酱油口味的汤真的是绝配，一口接一口，真的停不下来，超级好吃。然后再来是它这个后切的吊烤叉烧，你看它这个厚度，然后它这个酱卤的色泽，然后你看这种五花的这种油脂的感觉，然后它这个肥瘦比，口感 Q 弹又好吃。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就好像是它计算好一样，就它这个猪叉烧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的整个融入汤里面，会让这个豚骨清汤它已经不用再加额外的香味油去提味了，你就是可以很直接的吃到2种层次的猪鲜味，超棒。然后配料里面还有这个厚切的笋干的口感也非常的软嫩，很好吃。它真的是每一个部分都做得相当到位，然后呢，整体一气呵成了一个超级好吃的酱油拉面。那另外也跟大家说个情报是，就是他们家呢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礼拜三，通常都会有一个限定营业的时间，然后他会卖就是使用特别高级品牌的猪肉的炭火吊烤的叉烧拉面。但我看店主在 X 上面也是会说，如果他没有拿到他想要的食材的话，那可能就不会做了。所以呢，如果刚好碰到这个时间去的朋友呢，想要去吃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他这个时候有没有做这个限定？那或许你可以吃到更特别的一个版本的叉烧酱油拉面。好，最后一家压轴登场，也是我每一次去大阪一定都会去吃的店。它呢是位在西长库站的卡多鸭食堂。这家店真的非常的有名，它基本上应该已经算是大阪最代表性的店家了。那现在大阪呢有很多的名店都是从这边修行出来的。那他们本来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 Shuka Soba 拉面，但是呢最近这几年我真的觉得他们代表性的品项已经几乎快要变成沾面了。那我这已经是来第3次了，然后呢3次我都是点沾面。那至于为什么呢？请看。来，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面体，好漂亮。然后看一下它这个清汤沾汤的色泽，不要因为它是清汤就觉得它应该是比较清淡的，它的味道超级浓郁。他们的汤底的主轴是使用3大地鸡里面的名古屋地鸡，然后呢搭配一点豚骨当辅助，然后呢还有各种的鱼介类、干贝、昆布。超级多种食材，然后呢，坚持就是只用食材天然的味道呢去熬汤。好，我们来把面沾汤，吸一口。哇，它这个鲜味真的超级突出，而且呢，酱底的感受上，比起甜度之外你更能够感受到是它有酸度，然后这个酱油的香气真的是一个直球的对决，会直冲脑门的那种。哇，超级香！每次我来吃他们家的沾面的时候，我吃第一口面，我一定会在脑中浮现一个想法，就是哇，好像有点后悔没有点大碗，因为这个沾汤实在太棒了，这个面不够配啊。那它的面体呢也是自家制面的，而且呢，它会根据不同的时期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小麦来制作他们的面条。那你在排队的时候呢，店家就会跟你介绍说他们这次用的是什么样的小麦。那它这个沾面呢，冰镇过后呢，我觉得它的嚼劲是控制的恰到好处，就带有一点 Q 弹，但是呢也不会太硬，但你又可以吃到那个面心那种软软的感觉。好的，再来，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会每次来大阪都一定会来吃这间店呢？我要来介绍它的配料。首先是它这个只有沾面限定才能够点的招牌配料，就是它这个已经煮到胶质都化开的猪脚。猪脚我觉得如果你单吃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怕那种比较重、比较直接的那种猪的味道，但是它这个猪脚因为化开的关系，它融到这个沾汤里面，变成是好像这个沾汤本来辅助的猪味，又增添了另外一个猪的鲜味，哇，它会让这个沾汤的味道层次变得更丰富。那再就是他们的配料，我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加点的，就是他们的猪叉烧。那它这个配料呢有分很多种等级，我点的是 Kiwami Topping 极致配料，是每天数量有限的。那这个极致配料里面呢，除了平常会给你的猪五花、煎里脊之外呢，还会有稀少的部位，就是猪的嫩煎肉，还有猪颈肉。它每个不同部位的猪肉呢，都会用最适合它的方式去调理，不管是炙烧、吊烤、酱卤，吃起来真的非常开心。而且呢，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去比较一下，哇，猪每个部位真的都有属于它美味的地方，而且每一种猪肉呢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独特的油脂香，真的超赞，非常好吃。如果想要吃到这个极致配料的话，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早点来排队。那它营业时间也蛮早，他们是早上10点就开门。他们家真的已经是大阪很有名的店，不管当地的客人或观光客都会来吃，所以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平日来，然后提早1个小时，9点到的话，基本上就会排在第1轮入场，因为他们店里面的位置也是蛮多的。最后吃完可乐食堂大饱口福之后呢，推荐同一条路上呢，旁边有一间小间的咖啡厅，那老板呢很健谈，而且他咖啡豆子都自己烘的，很好喝，然后又便宜，大家可以坐在那边休息，然后消化一下，之后呢再继续踏上属于你们的大阪之旅。好，这支影片呢到这边也到一个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从前篇收看到现在的后篇，看到最后。好，那我觉得如果你有完整的看到这边，比较敏锐的观众呢，应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后篇介绍这些拉面店的，其实所有的分类类型口味都有对应到前篇的拉面店，酷吧？这个就是企划。
这样的选店应该真的是多样性很丰富，而且非常的全面吧。当然就是希望我推荐这10间店呢，能够成为大家大阪之旅的一个参考之外呢，也可以为大家的旅途中这个美食上面呢留下一些不错的回忆。最后，如果呢你喜欢这支影片的内容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分享一下，不管是你爱吃拉面的朋友，或是其实平常没有来吃拉面的朋友，但要来大阪玩的朋友啊之类的，在烦恼吃什么的，全部都给他们看一下这支影片，应该会对他们有一点点的帮助。好了，那我是西蒙 ，A.K.A 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我们就下支影片见。